是谁？今晚你们是为谁而来？今晚这场巅峰对决的胜者，他的名字是。这一场年度的重磅之战已经准备就绪，把时间交给解说席。来吧，今年的年总又到了这种最激烈的画面了，我很难想象。这两支队伍有个要去败者组，下面还有狼，还有 TTG。巅峰对决，对抗路，曹操对曹操，这个是最没悬念的对位，英雄一定是一样的，在这个版本。是的，看其他几个位置有没有不同的英雄出现。打野位，圆坦对圆坦，又镜像吗？2个镜像了，但我总感觉会不一样。快手不是父子。中路，女娲，流浪这一次选择了他的本命英雄，但这样就有点不像父子了。华玉露，鲁班，孙尚鲁班7号对孙尚香，那接下来就是鲁班大师对盾山，鲁班大师盾山。有新东西，快手在本次的巅峰对决启用了新的阵容，这也是合理的，因为他们今天的那一手盾山孙尚香是他们在所有比赛当中赢下来最顺利的一局。那局比赛基本上是在15分钟左右的时间直接把 AG 平推掉了的，以及流浪的本命女娲。是的，给到的压力会非常大。他能否顶得住呢？AG 使用到的是最扎实、最稳定的一套阵容。其实对于一支强大队伍来讲，它不需要有太多的波动，它只需要用最扎实的东西来对抗。而这局比赛对于苏州快手来讲，他们掏出了全新的阵容，这首盾香到底能否经受住版本和时代的考验，去迎接 AG 的巅峰对决阵容呢？而今天的2个曹操又会在对抗路发生什么样的碰撞呢？到底谁能前往胜决？谁能拿到奖金和门票？让我们拭目以待。蓝色方成都超会，红色方苏州快手。全军出击！两边都选择了换线 ，AG 这边直接把发育路摇到了对抗路，去压曹操。快手这边选择的是蹲香走中，让前期清线比较弱的女娲去发育路。快手这个女娲估计预判 AG 也是盾山的。有这种可能性。对啊，是啊，不然知道是父子不会选女娲的。赤甲3v3，小鹿这边打得也很激烈。这波应该是直接长生想抢赤甲的时候被打残了。这样的话，这个空间之灵就要被快手拿下。哦呦，哦呦，矩阵，哇，这真的空间绞杀，3爆，3个矩阵的爆炸，直接把轩然的闪打出来了。这是不交闪就要被夹死在中间。对，再传下来，拿这个红隼，能在巅峰对决掏出的女娲，肯定不简单。是的，这样前面的小资源被快手控的更多。但是女娲前期的压制力和猫是没得比的。是的，那肯定是萌系更猛。一起过中，但这把其实到后面团战的时候，看这个盾山会不会去跟曹操了？想打闪，应该不会。那周瑜在后面。他如果跟曹操的话，他就会选虞姬了。他既然选了孙尚香，就是背孙尚香的。今天的，而且今天的妖刀的状态会更好。萝卜这把也很重要的，陈颖菊的话，其实在整个切 C 的表现上不能说做的特别完美，但这把的话，面对一个父子，他必须得站出来。但这把其实大师的鲁班大师的空间是很大的。脚闪现，动手，闪背一血，我的天！巅峰对决这么开啊！
这一波快手曹操和盾山的 combo 啊，他们的果断从前6局一直延续到了巅峰对决。但你子阳这个距离把控太极限了。萝卜想说，我忍你很久了。对，他一直切不到，因为他前面6局他都切不到。哦，前面5局5局。啊，5局第1局不一样。在链子进入 CD 之后，曹操先用闪逼了一诺的闪，然后直接闪杯。关键选手双方射手没问题，因为双方体系的核心。我觉得看吧，我觉得这套阵容，如果正常来讲，军事或者优势快手可能会扛孙二香、盾山，如果逆风可能就要扛曹操，这局换鲁班了。也不太会扛曹操的，不太会扛的。看吧，看这里波啊，很果断，盯着压。这个时候盾山刚走到主宰坑门口，链子交完，是的，在等盾山先距离回马枪，一闪击飞，这个距离把控，我这也是改版之后的盾山可以隔墙闪杯要。说真的，这个不是一个特别精准，有点难搞的。这距离把控很准很准。前面直接把气势打出来了。这个确实防备不了，那太远了，那么远，你突然闪现过来开团，拦不住的。哎，无伤大雅，关键得看4分钟，是的，关键。但前面也说了，这把鲁班大师其实有很多的发挥空间，太好拉了。对，如果一波团拉个什么3、4个，是容易炸的。鲁班大师大多数时候因为儿子的存在被人当成一个保护性的游走，但他真正其实就是最开始就是用来开团的。暴君节点，怎么说？搞下视野，落，要拼城，要拼，句号能顶住吗？拿到，拿忠义城早了一点点。句号今天是真稳啊！这年轻人，我跟你说，哎呀，造，真行！今天他的这个表现，包括真没法挑说剔。抢龙已经抢了好几次了，关键他在这种绝境之中，包括说那种很紧张的时刻啊，他敢去，他敢去，而且他还很稳。对，这个是真的不落下风啊！对面可是忠义啊！等要到之前，这个红应该要直接让了。看这波要不要换个半途节奏？一直不能这么顺着快手走。我知道你宋香切完中间去拿红的，一诺这边直接堵线了。再砍，两个曹操的皇城 PK， 但是这波镜像的要换塔 ，AG 推的会更快一些。是的，看双方对2塔怎么说。那2塔的话，快手应该协防了，传下去。对，这波拼速度的话是拼不过 AG 的。是的。协防到位，要到经济领先，但紧跟着的是忠义，然后是萝卜和一诺。哇，这经济好乱。插嘴炮，探下视野，过来集中左，砸2技能，砸。两边的原坦装备也都是一样的。一个大招拨2个，消耗的很足。其实当大帅的大招一叫完之后，他们其实就得规避一下正面了。女娲前期肯定没有沈梦、新猛，但如果拖到后期，一旦链子逼出来，他对于鲁班7号的压制力就非常大。句号顶不住了，举起来，哦呦，接走跟下去，有点极限。这就是传说中的徒手拆高达。这波其实杨教为了救他，举一技能加闪现，就是为了强行续命的。但血太少了。对，看到哪边的多。可能是个转折点啊！这一波，看我 AG 的更多。第2波8比5，蓝领这种对蓝领这种是很难有击杀的，但击杀以后的收益又很大的。对，会导致两边的打野经济差拉的非常多。这一波打完，打野经济差拉了700，对抗上就会差很多很多。原坦2个一模一样的英雄，强度一模一样，那我多你几百，那就是实打实的几百块。而且虽然说这一把快手是盾香，由于对方是鲁班大师的原因，不能打得特别凶。他被拉了。对，你滚到脸上直接被拉走了，而且盾香遇到原坦也不好发挥，容易被带回去。经济咬的还是很紧的，应该要等第2条暴君了。把河道狠狠踩住。继续过中，换慢图，镜像节奏。但这波快手给了一个往上的视野，找机会逼了长生的闪现，大招一套。
哇，所以很危险。也不能，所以一点不能放松。对，前面伤害女娲是很弱的。所以包括到后面曹操加女娲，鲁班7号压力也很大。但是猫一颗雷也可以逼退女娲呀。是的呀，所以就是互相拼了呀。是。看技能的准度，有操作空间，看手法。顶反顶。就虽然说两边都是圆坦，但毕竟 AG 这边它是可以给链子给圆坦去打第一波，给链子回来的。它容错率更高。句号这边如果你2个大砸进去，很容易就直接被开了。那只能盾山去把它背出来。对，因为不可能盾山，如果给他的话，曹操的双刃枪就容易被开了。而且快手这边没出制裁呀，打起团来其实差挺多的。对，流浪先出的是面具。而且因为前面句号倒了一波，忠义这边直接提前做出了反甲。惊鸿大招背回来，但是另一边曹操到位，盾象合体，开始给输出，萝卜，然后侧面卡位置，两边互砍，但是他被圆坦跟对方渲染的曹操逼退，卡得非常死，这波根本就拦不住，想卡一下口子的渲染跟忠义2个人直接就暴力拆解过去了。是的，第2条暴君 ，AD 是选择了换主宰，10分钟那波还得再碰。10分钟感觉决胜负，这种团战有没有制裁差很多很多的。但快手目前补不出来，看这个样子。而且10分钟之前打团，等看尝试那个大招的命中率。面具日暮，就这把流浪的想法是把爆发提起来，对，后排给秒了，把你后排秒了，你前排能回就能回吧，是这种想法。比如两边这种阵容，那是一触即发，不碰归不碰，装备稍微起来点，那个爆发。快手想进红区，提前就位了。但是句号的这个位置啊，9分30秒，前面说了，他可没有鲁班大师。这波其实，在首野区的时候，大帅这个点很关键。是的，可以一个雷劝退一下。快手应该稳一点了，这个位置如果被打掉状态，或者打掉个打野，哦，一个大招抢到了，又是流浪的女娲，我真就夸张。9分45秒大招破红 buff， 还抢到了，绝对的自信。我觉得他就是搞这种有点逆向思维的，你知道吗？这可让句号的生存空间大大提高啊！而且这一把他做的是 CD 血，大招会快一点。流浪人句号，我把你的命抢回来了。真的，你带红 buff 的鲁班7号扫到一个没有鲁班大师的这个队员身上。对，刚才进红把命捐了。是的。这一波看一下两边龙潭的拉扯，流浪说几乎持平。你别进去抢，我帮你抢。你活着，因为他其实没有忠义来的肉。忠义这把比句号领先了1000块钱，还多一个，如果关键时刻能救他的鲁班大师，其实肉度完全要高一些。再摩擦，慢慢的挤视野，两边都不敢太奔放。两边的游走到现在为止也都除了第一波这样之外没怎么开过团，而且两边的发育路3件套都已经出来了。这2个人在这儿就顶吧。哎，怎么说？这个大招是想抢蓝 buff 的，抢完红抢蓝，抢完蓝抢红，但这样的再抢龙。但这波 AG 是知道女娲没大招的了。是的，你没大呀。这上一技能不一定都是正向的。但正面渲染已经可以视野了。我看大师一下。曹操皇城 PK， 这个能砍出个好歹吗？这纯看谁有钱了。正面龙要拼场，看双方打野。盾山拉2个，不打了，动手打射手，直接奔对方后排去。鲁班大师给了个链子拽走。拉托2个曹操砍了一辈子，女娲一个大闪，这样的话快手可以继续动龙。AG 还想抢，啊，对，感人。大帅回去的话应该就给了，回去。哎呦，挡了一下，哇，两边打的气节拉满了，而且都不想拼整。就本身是 AG 的位置前压了快手的射辅。然后句号先在龙坑里占据一个有利的位置，但其实那个位置终于如果过来拼整，他也拦不住。而且刚刚看到大帅其实已经开到了双人组，但是盾山的大招原地反开，是的，做了一个柴火。啊，萝卜跟渲染2个人就是互相交火，其实谁也弄不谁也打不死谁。这2个人如果装备一样，经济一样，能打到明天晚上。这大招估计得跑个4、5个。拉过来，哎呦，这下非常痛啊！射手位的经济也差的不，又是一个大招，就是这种画面，打到了双 C 的身上。9AG 的后排要小心的点很多，他要小心曹操，
他要小心妖刀配合盾山突然上来的一枪，他要小心，特别是流浪的这个大招。从画面上来看，流浪的女王压制力已经打出来了。其实他只要在没链子的情况下，他大招命中率会非常高。而且他现在是个满 CD， 直接把蓝 buff 让给了他。而装备出的很暴力啊！他为了提自己的爆发，他连梦魇都不做。他不做，其实圆坦也能做。反正就觉得不需要。是的，主要一旦打团的时候，长生和一诺吃到一发大招，他得找地方去吸血。一颗雷，盾山一技能规避一下。这龙怎么说？大帅也有可能梦魇这次会忘打到后面。大招给压力，哦呦，两脚抓三个，打满剑长生秒了，一诺跟爆发。没办法，龙图在这里啊，被开到就连环控啊，没办法。上把秒蒙恬，这把秒圆坦。但圆坦倒了之后 ，AG 可以利用龙逼团了。真的被控死了，反甲都摁不出来啊。是的，顶都弄不了。这波龙快手应该放了，流浪大招 CD 还没转好，刚刚好。大招，哇，又差一点点。哇，而且最后的龙是一诺拿到的。哦，真危险啊！现在其实女王的伤害已经慢慢起来了，她已经有帽子了。一诺最后一件应该是个魔女。这肯定得魔女吧？这不尊重？这不得尊重一下这个？这不尊重吗？是的。AG能给快手高地多大的压力？大龙兵马上进来，但有女娲矩阵卡一下，防守还是比较稳的。AG 也不可能一波就硬上这个高地。中华场应该直接给了。经济差2000也能接受，但一大半都在打野位的队伍。对，但这种阵容就是这样的，一旦到逆风的话，两边都是圆坦，逆风的圆坦就会穷死，因为钱都得让出去。两边2000的经济差有1500都在圆坦身上。一诺魔女做出来了，双方教练组替补协在屏息凝神。现在就是一波团战的事情，真是生死局，真的一波团能解决很多问题。这波一个雷炸了4个，很满，再推。现在 AG 可以慢慢玩了，再硬给高地压力，能拆掉吗？差一下，拆掉，极限。上路也在磨高地的血量，这波可以反一下快手的红。压力来到苏州快手，又要大了吗？哎，动手，要到血量压低，拿回来圆坦，大招跟伤害，盾山给大，直接被秒，控死。一波猝不及防的开团，好在没兵线可以回去开龙。圆坦压力很大的。哎，句号真的太难活了。句号想活曹操得切一诺。是的，就现在这个情况，只要大帅一拉，就以现在一诺这个装备，句号真的撑不过3秒。拉到电甲圆坦接控。是的，就除非萝卜跟流浪进去2个人配合，直接把一诺秒掉，不然活不了。一闪。打2个，开回拉，秒到被秒了，速度来得非常快，打得好的话要一波了，闪电战，兵线送进去，送进来，盾山闪现往前，点链子，再调，换了个复活，但是你没有地方可以退了，给了个大招，那只要你倒了，3段劈下来，剩1个人，可以利用野怪吸血，是的，句号流浪2个人，怎么顶 ？AG 的一波5打2，还有最快。20秒的复活时间，2路的兵线马上进来，有点困难。这场惊天动地的淘汰赛之战将要画上一个句号了。兵线送进来，今天的赢家，他的名字是成都 AG 超玩会。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可以非常完美的诠释长生。